4年半前你加入的时候，股价大概是多少啊？我加入那时候股价可能35块。就是前阵子暴涨一波之后，我就开始看房了，然后上就不小心签了下去，所以就买房了。公司的酒吧有那个，就会看到野生的 Jason 出没，然后就鼓起勇气的上去跟他谈了几句。因为当时刚入职的时候，是戏骨都还是在非常严重的裁员潮。而且他第一句话就问我说：“这个你的家人还好吗？”欢迎收看《矽谷1001夜》，我是 Rachel， 我是铁宁，我是明燕。如大家所知 ，NVIDIA 股票最近涨了很多，然后有一天呢，甚至还一天暴涨16%。那我们今天就要来跟这些 NVIDIA 的员工聊聊，他们透过股票这些赚的钱，现在生活有什么样的改变？今年是2024年嘛，10年前的时候是2014年，那时候股价是4.6块，然后到现在这样是涨了178倍。2019年的时候是5年前，然后那时候股价3.9块，那5年也涨了20倍左右。2023年3月2号。然后到现在涨幅也是惊人的2.5倍这样。意思是说，如果你10年前加入 NVIDIA 的话，你每拿到的那个RSU 就是你的股票，你放着的话，每1万块就会变成178万块。这样的话，就可能可以瞬间的财富自由。Rachel 明燕，你们知道为什么 NVIDIA 股票最近会涨那么多吗？主要是 NVIDIA 一开始是做 GPU， 主要是用在游戏上面。但游戏毕竟市场没有那么大，因为真的打游戏的比较小众的市场。然后后来发现 GPU 这个性质很接近于类神经网络的这种平行运算，那可以快速的处理这种类神经网络的训练和推论这样。去年的时候不是 OpenAI 有推出那个 ChatGPT， 然后大家就发现原来 AI 除了拿来判断比如说这是一台车子，这是一台狗，然后或者是辨认数字这种判断类之外，原来是可以像人脑一样是可以做创作的。从判断到创作中间的这个运算量又会增加很多，那就当然就会需要更多的 GPU 去做 AI 的运算。各大企业像是 Google 啊、Amazon 这些，就是他们有做云端，然后或者是他们像特斯拉，它本身要做一些自家系统的 training 的话，那就会需要买入非常多的 GPU。然后目前又是 NVIDIA 独占市场，那有点像是台湾台积电它做的晶片，它是最后可以被 apply 到各种应用上。那我觉得像NVIDIA 的这个 GPU， 它也可以被应用在一个刚蓬勃发展的一个产业上，所以大家就是对 NVIDIA 股票都非常看好。员工一进到公司的时候，通常会有被发 RSU， 然后公司里面还可以用 ESPP 打折的购买员工的股票，然后或是每年公司也会再奖励你，给你新的股票，所以这些累积起来的股票呢，就可以一直跟着股价成长，然后就可以带动你个人资产上的成长。那我们今天就要来访问这些 NVIDIA 的员工，来看看他们现在用这笔钱对他们生活做了什么新的事，然后生活上有什么改变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在 NVIDIA 主要做什么？我是在 GPU team， 然后做硬体的整合，硬体工程师。一开始是做 developer relations manager， 后来就是想要再突破一点在 career 上的成长，所以我就转成 technical program manager。因为我本组是做 integration 的，我本身在公司担任就是这个system software 领域的系统软体工程师。在 Tensor RT 组 Tensor Runtime 做的叫做 Physical Design 里面的 Timing Methodology。我在自驾车部门做一些地图相关的 software engineering。我加入这一组 Deep Learning for Medical Imaging。几年前加入 NVIDIA 的2022 6月，我在 NVIDIA 已经8年了。2022年7月吧，大概就是刚满1年左右，快3年。我是22年的1月，2年又2个月前。我是2021年7月，所以现在应该是2年9个月，算4年半。可以跟我们透露一下，你当初加入 NVIDIA 的时候，你的 RSU package 大概拿多少吗？反正我那时候均价170，大概是拿700多股。这方面的话，我就有点小难过，因为我已经在台湾加入了，然后在台湾加入的时候是没有 RSU package， 大概700多张吧，大概13万嘛，总共12，大概12万，了解。我在2月初的时候加入公司，然后我们公司去评断，就是说你的股价是多少，是用整个入职月份的平均来算。2月初加入的时候就看着股价一直涨，然后看到身边都很开心，然后就说，卖点还没有上车这样子，差不多就是10几万的。22年开始发
一直到26年，就是分成4年发的股票，价值是24万美金，也就是相当于1年6万美金这样子。我记得你加入的时机蛮好的，是1月31前加入，可以直接参与到那年年终的 review， 然后你就额外可以拿到股票。那个 timing 是真的还蛮运气不错，对对对。135K， 所以在入职当下就换算成683。我加入那时候股价可能35块。然后现在820。那可以透露一下你当初拿多少 RSU 吗？300吧，那时候才300。他说4年才300。300股，所以乘上800的话是300先乘以5，再乘以800。哦，所以1500，然后乘800。为什么要乘？因为有拆股，之前中间有拆股，一股拆5股，所以如果一直放到现在的话，差不多120万。有这些股票之后，对你的财务规划会有什么样的变化？没有，我本来就没有在规划这些。我的心情一直以来都是把这些股票当作是额外的感觉。哦，但你心情有因为股票大涨而变开心吧？有啊，每天都很开心啊。那你股票大涨的那些钱，你目前都还是在股票里面，你没有把它拿出来做什么其他的变现？目前都还没有卖，但是我3月拿到的应该会卖，因为去年拿到的均价大概400多，现在卖的话开这种 game 有点亏，所以我等3月拿到就马上卖。因为我自己规划上开始工作，在3年内希望能在湾区买1套房子。原本抓可能是看这个可能90万到100万区间的，很幸运的这个股价上去，那可以看到就是100万到110万之间的这个的方向。就是可能会觉得比买房又更进一步嘛，就是如果之后要再去定居，就是觉得买房并不是本来想的那么遥远的。财务规划的话好像也没有，就是缺钱的话就会卖，没有的话就现在放着祈求好爸爸继续带我们飞。你在花钱上会变得更阔绰一点吗？我觉得有我本来会想很久了，然后现在可能会想一下，买一下，就想说反正股票涨那么多，可以花一下没关系，这样。对啊，然后我就觉得手头还是算宽裕吗吧。蛮相信公司，你也不会想要说有分散风险，把一些拿到的股票卖掉换成 ETF 之类的。暂时还好，希望大家去吹捧，然后带我飞。我已经4年半了嘛，4年到了，照理说这个科技公司通常会有一个 cliff 嘛，就是一开始给的比较多嘛，那所以这4年到了之后，可能这个包裹会变小，但是因为现在这个涨得实在太夸张了，所以就是先就继续待着。原本可能也想说，要不要看看有什么机会，但现在就先这样。听你刚刚说一开始在4年半前那时候给的好像比较少，然后所以你后来给的 refresh 是会逐年有变多的趋势。也还好，我的意思都给的比较少，是说可能相对于现在可能大家进去那个 offer 它的会比较多，是这个意思。可能你在股票上多出来的资金，你有没有把它做什么样的运用？大涨之前就已经卖了一些，然后买房子啊，买钢琴之类的，就是买一些需要的东西。最近涨了之后也还没卖，但是可能看看吧，就是装潢费用可能可以调整一下，如果真的有什么想要放上去的话，对。因为我觉得说，如果太大的部分都是在 NVIDIA 来公司的话，整个人都被这个公司给绑定。那我是一个很喜欢自由的人，我希望我想要做什么事情都是可以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我自己大概就是固定1/3的资产左右在 NVIDIA， 那另外可能就会有1/3的资产放在比较稳定的，那剩下1/3我就会做一些比较主动的投资，像是 Super Micron 之类的吗？ Super Micro 是没有发展到，对。在去年的大概10月的时候，那时候好像让 NVIDIA 第一次涨到500块吧，就发现我好像人生价值有太高比例都在 NVIDIA 的股票里。然后虽然还是非常非常相信我的公司，但是就会有一点点开始担心说会不会应该要分散一下风险。唯一能想到的就是把它转成房地产。所以我们就在那个时候就决定买房子，想说房地产至少保值，然后应该也会涨吧，因为在 Bay Area。这方面就是向明天学长看齐，就是实际财富分配。股票进来之后，然后股价又涨了之后，这个在整个 portfolio 里占的比例会非常非常大。
所以某种方面也蛮不健全。所以我做的事情是，我还是有 liquidate 大部分的股票，至少让我的资金分配比较不会这么集中在一只股票上。有些放 saving account 啦，有些买其他追 S&P 500指数的股票啊等等，让自己开始。那最近呢，就是前阵子暴涨一波之后，我就开始看房了，然后上就不能签得下去。所以就买房了，也做了蛮多功课了，就觉得这个投资算是合理的投资。在西雅图买房头期款需要准备多少？标准是20%，然后你有时候丢多丢少，可能利率上会有浮动。例如说120万的房子，可能就要投个30万头期款。对，了解。那买房子是本来就在你的人生规划吗？还是因为真的涨太多，你觉得这样太 screw 了，所以想要平衡在房地产上，所以才决定要买房的？我原本就要买，原本觉得可能是29、30岁的事，然后 MV 爸爸就加速了我的人生计划，这样。公司的股票主要分两种，一种是 RSU， 然后一种是 ESPP， 就是认购。认购方面的，因为有一个 holding period， 它直接卖的话会有一个税务什么的，就是没有那么优惠。那 RSU 的确，因为我是指数型投资嘛，所以中间我陆陆续续卖掉一些，就等于卖在313，没有在慢慢都卖掉。未来的日子我就是也是会打算把它们卖掉，然后换成指数。毕竟个股的风险真的还是比较高。听起来是你原本有一个财务的目标，然后因为股票涨，让你更趋近于那个目标，但是因为还没有完全达到，所以这笔钱在你的生活上，并没有现在立体上的改变。老实说，我也没有真的设置一个目标，说要存多少钱然后退休啦。因为就是也还算蛮喜欢我现在的工作内容。5年后的事情我是不太会想，那5年内应该是不太可能会退休这样子。那没有因为股票涨，然后就是吃个饭啊，买个东西犒赏自己这样吗？如果说实话，的确像花钱就花的会更没有负担一点。不过比起存款本身，其实这些开销都是小头。想要对黄爸爸说什么话吗？觉得健身做得很好，可以继续保持。感谢黄爸爸上饭吃，支持无限期连任 CEO。你希望他当到几岁？当到我退休差不多。再创高峰，加油加油！当然，这个起飞是让我们一起的财务成长。但我觉得他在员工大会都有开放，让我们就是我们工作的时候非常弹性，然后我们最想做什么，我们就去做什么，就比较实现自我。算是感谢他有提供这个工作机会，让我不仅可以财富渐渐自由，也可以在工作的时候是真的选自己想要做什么，然后就去做。我真的觉得他的 vision 很大，然后他把他的公司的 culture 也养得很好，所以希望他不要太早退休。再退休30年，对，不要退休，不要踩我。因为 NVIDIA 的口号是说要在 NVIDIA 工作一辈子，你会想要在 NVIDIA 工作一辈子吗？其实会觉得可以，整体文化是蛮好的，就是大家很 open 啊，然后也很尊重彼此的生活。就是如果你要去为了什么事情忙，也不会给你压力，就是大家蛮重视的。Jason 不错啊，Jason 很不错啊，这个他已经做了什么很好的事情，我才有这么幸运，在这边股价可以一直冲，所以如果他不管他在做什么，继续对。如果要说什么的话，对，健身房虽然健身房跟动的我也不一定会去，但是感觉可以搞一下，对。好认真跟 Jason 对话。就是跟大家说一下，就是 MV 现在没有自己的健身房。不知道他在员工大会也讲，然后他说啊，很多人问说有没有啊，但是我们就是没有，不知道。哦，他就直接说我们就是没有这样。对。哦，好，跟 Jason 喊话一下，如果有的话，锦上添花，锦上添花。其实最早加入公司的时候，公司的酒吧有那个，你就会看到野生的 Jason 出没，然后就鼓起勇气的上去跟他谈了几句。因为当时刚刚入职的时候，个人是世纪都还是在非常严重的裁员潮。其实他第一句话就跟我说：“哎，这个你的家人还好吗？”对，就是可以感觉到他真的是对外有远见，然后对内真的是非常重视每一个就是在公司一起工作的员工。也因为这样，就是不惜的去做裁员的这样的动作，真的是也是蛮感动，然后可以激起一些就是热情，想要把自己的产出做得更好。好，那我们刚才听完8位不同在 NVIDIA 工作的人他们的心得，
我觉得还蛮丰富的哎，就是因为大家股票涨了一波，大家有人提早买房啊，然后或者是本来人生规划没有买房，就决定买房，然后或是装潢可以升级，那或者是花钱可以花更快乐一点，还有可能 potentially 有人可以提早退休，所以我觉得对大家生命其实都造成蛮大的影响。就我觉得我反而听到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他们在分享就是健身晃，然后还有整个公司文化有多好这样。就是其实它股价暴涨对我来说不会特别有吸引力，想要跳槽去 NVIDIA，就毕竟它就很高了。但是听到他们公司文化那么好，然后大家都对 CEO 很有信心，反而让我觉得 NVIDIA 这间公司好像真的不错哎。他们最后都会想要对黄爸爸说的话，我觉得都超级正面的。对。然后希望他继续工作30年之类的。然后像 Rachel 刚刚还很扼腕说啊，他当初拿到 NVIDIA 的实习应该要去的。真的？黄爸爸如果还有考虑，如果有缺人的话，人才。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喽，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访谈。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分享、订阅、按赞。海外生活不孤单，我们下集见，拜拜。拜拜。